納指啱啱創咗自1992年以嚟最長嘅13日連升紀錄，標普500仲歷史性衝破7100點大關。表面睇，中東霍爾木茲海峽好似重開，油價一跌，通脹憂慮瞬間瓦解，資金就瘋狂湧入去掃貨。但係你哋知唔知，當大市喺度狂歡嘅時候，其實底層板塊已經撕裂到一個極點啦。甚至乎，伊朗軍方啱啱出嚟打臉美國總統特朗普，話海峽其實有封翻，仲向商船開火添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個和解幻象背後嘅真實劇本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大市過去個多禮拜點解會咁癲？根本驅動力就係極端尾部風險解除嘅預期。早前特朗普話要全面反封鎖海峽，西德州原油一度飆到去$100樓上，市場嚇到瘋狂做淡。點知幾日之後，特朗普喺訪問度輕描淡寫咁話，同伊朗好接近達成協議。市場一聽到呢啲風聲，油價即刻急插10%到12%，跌穿$84。好多人見到油價跌，就即刻覺得通脹危機已經解除，連帶美國10年期國債債息都回落到4.22厘附近。不過大家冷靜啲睇真啲，10年期國債息率其實仲係處於高位，甚至高過全球金融海嘯之後10幾年牛市嘅任何一個時間點。紐約聯儲局總裁 Williams 都開到聲，話而家前景極度唔明朗，根本唔係俾利率指引嘅合適時候。華爾街喺度炒緊一個完美軟着陸嘅烏托邦，但係實體經濟嘅數據根本撐唔起呢個幻想。有趣嘅係，如果你睇等權重標普500指數，佢嘅估值依然貼近16倍，即係話成個大市完全係由科技七巨頭嘅壟斷日價撐起。我嘅策略好清晰，繼續持有核心科技好倉享受動能，但拒絕喺歷史高位為過度擁擠嘅巨頭支付不合理日價，反而會將資金慢慢佈局去估值合理嘅板塊。大市連升13日，你以為買咩都賺呢？錯啦！星期四標普創緊新高嗰陣，下跌股票數目竟然多過上漲股票數目。科技板塊內部嘅回報離散度亦都創下前所未有嘅極端水平。半導體板塊相對於標普500嘅強勢程度屢創新高，但係軟件板塊就跌到2018年以嚟嘅最低點。講到業績，今個財報季真係可以用估值絞肉機嚟形容。台積電交出一份堪稱完美嘅業績，首季營收大增40.6%，去到$359億，毛利率飆到66.2%，甚至大幅調高2026年嘅資本開支到$560億。結果點？業績後 ADR 股價照樣跌超過3%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市場對線性增長已經麻木，佢哋要求嘅係無限嘅指數級爆發。產能滿載其實就代表短期產能樽頸已經出現。當所有好消息都反映晒喺股價度，稍微缺乏驚喜，獲利盤就會瘋狂湧出。再睇下 ASML， 首季營收同盈利都超預期，仲上調埋全年指引，但就因為第二季指引稍為疲弱，加上中國市場營收佔比急降至19%，股價即刻捱沽。不過我個人嘅觀察係 ASML 嘅樽頸喺物理製造產能，而唔係市場需求。短期嘅財報陣痛，好大機會係市場嘅定價錯誤。長遠睇，晶圓廠設備開支嘅超級週期根本未完。Netflix 首季營收升16.2%，廣告業務客戶大增70%，但股價逆市插水近10%。點解？因為佢首季高達$1.23嘅 EPS， 其實係一個財務幻象，裏面包含咗 Warner Bros 收購破局所支付嘅$28億巨額違約金。扣除呢筆錢，下季利潤指引又差少少，加埋創辦人退出董事局，引發市場恐慌。其實佢哋廣告變現能力正處於爆發期，呢種情緒錯殺往往就係長線資金執平貨嘅機會。將眼光放遠啲，全球宏觀市場其實暗湧處處，美匯指數由高位回落至97.63附近，俾非美資產一個喘息空間。美銀最新報告甚至拋出一個好震撼嘅觀點：巴西會唔會係新嘅黃金？當全球資金擔心通脹同戰火，巴西憑住商品出口國地位同低配置優勢，正被部分聰明錢當成避風港嚟炒作。雖然特朗普吹噓中東和平，但最新消息係伊朗軍方根本唔認數，甚至再次關閉海峽並向商船開火。大量原本打算通過海峽嘅商船已經掉頭回航。呢個意味住撐起呢13日美股狂歡嘅和解幻象，隨時會因為幾枚炮彈而瞬間灰飛煙滅。今日同大家拆解咗咁多，大家應該明白呢場由夾淡倉同政治口水戰谷起嘅指數狂歡，背後掩蓋緊極端嘅資產定價錯亂。市場對頂級企業嘅業績容錯率係0，
而宏觀地緣風險根本未解除，投資好似行船咁，順風順水嗰陣一定要望清前面有冇暗礁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，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